伴随着地图上的猩红光束越来越近，警报声也响彻在参谋阁内。就在即将只有数十息，这道猩红光束便会落在永业大陆上时，位于无名山后方的导弹后勤基地，2根繁育战略级通天柱在震动中缓缓升空，并在哨塔的指引下，以极快的速度射向海域，直撞在那根猩红光束上。伴随着巨大的爆炸在海域上空响起，参谋阁内的警报声也随之消散。繁育成功拦截了这道猩红光束，只是代价是2根战略级通天柱，总耗费近5亿枚鬼石左右。又来了！参谋阁内还没来得及响起欢呼声，万岁便面色难看地望向天眼大屏上开口道。只见又有一道猩红光束从数万里处袭来，这些通天柱像是挑衅一般，又像是打趣一般，一根接一根的来。关闭防空系统，不拦截！陈凡面色平静地下达了命令。很快，这根猩红光束在参谋阁的警告声中，以距离永业大陆近在咫尺，并朝核心腹地激射而去。只是在经过城墙上空后，像是被一股极其强大的力量突然扭转了一般，顿时失去所有前进势头，直勾勾地坠地，落在城墙上。轰！巨大的爆炸声在永业大陆西部沿海区域的城墙上空响起，大量城墙在一瞬间倒塌，地面剧烈震动。这是第一次有敌方大陆的通天柱在永业大陆内被引爆，这座城墙上和附近的人早已收到命令被快速遣散，空无一人，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城墙并没有完全倒塌，还剩一小截，灰尘还没来得及散去，大量圣水便通过虚幻铜管涌入城墙废墟，快速修复着城墙。6、7息功夫过后，城墙再次完好无损地矗立在上空。汇报损失，参谋阁万岁闻言快速统计了一遍，才急促道：总损失包括式神炮、圣水消耗等在内，共计126万枚鬼石。不亏！陈凡笑了起来。对方发射1根战略级通天柱，至少也需消耗5亿枚鬼石左右。他就不信对方的天道赐福没法自己选择的情况下，也和他一样有那么多消耗减半的效果。而他只需消耗126万枚鬼石，比拦截的性价比高多了。拦截不拦截了，你轰吧，反正轰不进永业大陆腹地，轰碎了它再修就完事了。从现在起，除非对方发射了天眼轨道炮，或者轰炸区域部署了我们的天眼轨道炮等重要区域，否则都不用拦截，让对面轰。明白？万岁重重点头。玉主，那我们用不用也朝对方轰几炮？根据天眼之眼的监视，这座大陆无法进空，我们发射出去的通天柱，对方只能拦截，肯定是打击方鬼石损耗更少，拦截方需消耗更多鬼石才能拦截下敌方的通天柱。不，陈凡摇了摇头，轻声道：我们彼此的信息并不透明，至少他应该是知道樊玉拥有战略级通天柱的手段，但他却不知道樊玉也有足够的监视手段。他可能以为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哪，无法还击。现在不要打草惊蛇，我们没有打持久战的资格，我们只有机会对企业人大陆展开一波轰炸，而这一波轰炸也将会是最终轰炸。他轰让他轰，不用搭理他，时刻监视企业人大陆的前进速度，有任何变动及时通知。是。万岁重重点头。所有人都清楚，这方天地很大，也不是只有这么一个战争泥潭。企业人不仅仅只可能控制了这么一座3级大陆，说不定还有更多企业人控制的3大陆朝永业大陆驶来。而此时，企业人大陆地下会议室内，所有高层人物正举在一间屋子内，望向桌子上的大屏，屏幕上赫然是永业大陆，只是大屏上只有永业大陆的模糊板块，看不见任何信息。他们能通过这个来确认永业大陆没有启动玄天推进器逃跑。大人，一个中年男人低头沉声道：我们已试探性的发射了2发战略级通天柱，通过引爆地点来看，第一发在海域上爆炸，应该是被成功拦截；第2发在大陆岸边爆炸，也被拦截，只是拦截较晚。根据推测，永业大陆有一定的防空系统，但并不全面，一旦发射的通天柱数量较多，对方可能就防不过来了。很好，站在大屏最前方的一个老者，单手背负在身后，眼里满是狂热，声音低沉的喃喃着：企业人终将重返天外天，那是我们的应许之地，外人已经占据太久了，是时候将他们彻底清除了。一次性发射47根战略级通天柱，彻底摧毁永业大陆布置在大陆边缘的玄天推进器，不能让他们跑了。是。这个中年男人眼里同样闪过一丝狂热。据说天外天空气鲜美，到处都充斥着一股香甜的味道，没有鬼物，没有危险，在天外生出来的孩子个个都是靓男靓女，没有疾病，没有死亡，人人永生。他做梦都想回到天外天，如今这个梦想终于近在咫尺了，只需清理掉占据了巴比伦塔遗址的一个小势力，便可回到天外天，回到他们的应许之地，拿回本就该属于他们的一切。玉主，江北防线上，参谋阁阁主万岁正面色古怪地望向前方刚被战略级通天柱轰出的一个巨坑。企业人大陆一次性发射了47根战略级通天柱，轰炸目标是岸边，都没越过城墙，城墙的进空完全失效，目标好像是我们的玄天推进器。想法是好的，只是本来永业大陆就一直被鬼潮包围，现在正在打鬼潮呢。虽然这个肯定没压力，但总归是需要消耗一点鬼石。然而大批战略级通天柱砸下来，不偏不倚的给鬼潮洗地洗了个遍，大批鬼潮被清空，掉落的鬼石和医宝都是他们的，城墙甚至都不需要修复，因为压根没受损。永业大陆在经过原始大陆碎片、大陆核心以及黑暗科技的3重增幅后，早已经变得极其坚硬。也就是说，企业人大陆这波看似极其狂傲的通天柱洗地，对樊玉近乎没有造成一丝损失，反而帮樊玉清理了大批鬼潮。虽然确实摧毁了不少玄天推进器，但玄天推进器的造价成本并不贵，等会儿再打造一批就是了。陈凡望向眼前这一幕笑了起来。
47根战略级通天柱，至少造价也得250亿枚鬼石。对手的250亿枚鬼石就这么轻飘飘的砸水里，而他只需要付出一批玄天推进器被毁的代价，这笔买卖简直再合适不过了。这就是他说的，遇见危机不要慌，先淡定，对手会犯蠢的。从目前的局势来看，对方应该有一定的侦查手段，但明显侦查手段没我们强，没看见这一圈永夜防线，否则在看见这圈永夜防线后，至少应该知道我们不好对付。寻常3级大陆也没有这一卷城强大，对方这种大代价只为了摧毁我们的玄天推进器，明显是生怕我们跑了。用这么大代价只是为了阻止我们逃跑，说明对方有些过于高于他们的实力，也有些过于低估我们的实力了。不过樊玉如今的整体势力虽然确实不如对方，但也没差那么多。如果对方这样玩的话，那很容易就给自己玩死了。现在还有多少门玄天推进器？6382座。万岁耸了耸肩，近乎不影响永夜大陆的前进。启动下试试。陈凡挑眉，好嘞。下一刻，其中1000座玄天推进器缓缓启动，永夜大陆开始缓缓移动，移动速度极慢，但就是这么慢的移动速度，仿佛触碰了某人的神经一般。狱主万岁望向手里的天眼副屏，面色古怪道：“那边好像有点急了。”一次性发射了77枚战略级通天柱，轰向我们的西部沿海大陆。他们刚才启动的西部的玄天推进器，这座大陆的打击目标也是他们西部的沿海玄天推进器。急了，这是真急了。陈凡笑了起来，他知道3级大陆肯定底蕴深，但你再深的底蕴，够你这样玩几次？1次、2次，还是7、8次？每一次可就是几百亿枚鬼石扔水里啊！对了，万岁再次开口补充道，对方还设置了延迟量，因为我们开始移动了，不是定点轰炸，也就说我们速度开快点，这批通天柱就落海里了。看来对方是真的很害怕让我们跑了，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留下我们。我们要避开吗？万岁快速询问着。不用。陈凡眼睛眯起，轻声道，就保持如今的速度，不用暴露太多东西。原本他是有些急躁的，毕竟才刚刚晋升至3级大陆，便有荒族和企业人大陆同时杀来，对他来讲也是极其艰难的一战。但他突然发现，好像有人比他更急躁。众所周知，穷寇莫追，追的就从主动陷入被动了。对方现在就好像陷入了被动，压够躁的。陈凡低声笑了起来，脾气这么大啊，动一动就要轰人家，慢慢跟他们玩，不着急。这一刻，他突然发现，主动权其实一直在他手里，只要他跑了，这2个家伙都得急死。但他其实跑不了，他需要所占领的那10几个大陆，开启他的后续大计，需要那些稀有岛屿，更需要反败为胜，掠夺荒族在战争泥潭里的生存时间，从而快速变强。他没有退路的，只是这些事情对方不清楚，对方觉得他随时可以逃走。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或许在对方眼里是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但在他眼里，这是他快速获取基础生存时间的唯一办法。他不能逃，只能打。不过这个信息差倒是给了他很多操作空间。而此时，企业人大陆地底会议室内寂静无声，所有人都眼观鼻，鼻观心，事情有点棘手了。其实所有人都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永夜大陆又不知道他们。只要别一开始发射那2根通天柱，屁事没有。等他们都靠近了，就算永夜大陆有玄天推进器，也没有任何意义。手到擒来，十拿9稳。但大人不知因何缘由，或许是有激动，或许是按捺不住内心情绪，总想做点什么，就朝永夜大陆发射了2根通天柱过去，反而打草惊蛇了。大人，烂摊子既然有了，那还得想办法收拾。身后一个幕僚沉声道，目前通过我们发射过去的战略级通天柱防线方向，对方选择了向东方反方向逃跑。以永夜大陆的面积，至少需要4000座玄天推进器才能满足移动需求。我们不需要摧毁永夜大陆东部的玄天推进器，启动那边的推进器只会距离我们更近。我们需要尽快摧毁永夜大陆其他3个方位的玄天推进器，只要摧毁了这一批，10天内永夜大陆肯定无法重建玄天推进器的。然后我们需要将本大陆的玄天推进器催动到极限状态，这样原本预计还有15天的路程，可极限缩短到13天。吩咐下去。站在地图前方的老者双手背负在身后，转身望向身后这个提建议的幕僚，浑浊的瞳孔中闪过一丝欣赏，声音沙哑的缓缓道：“按这个计划执行。”是。幕僚不卑不亢的身子微弓点头应下。好消息，企业人大陆展开了新一轮轰炸，近乎发狂一般，一次性轰出了300余根战略级通天柱，分别轰向永夜大陆北、南、西3个方向。仅这一波轰炸，只是消耗了企业人大陆1500亿枚鬼石，而对于樊玉来讲，损失几乎为零。他打造玄天推进器甚至无需下海，打造时间数息即可。坏消息，企业人大陆急了，移动速度加快了，原本和荒族的时间被抹平了。参谋阁内，万岁有些面色不是很好看到。狱主，企业人大陆加速了，按照现在的速度，还有15日便会抵达永夜大陆，和荒族近乎同一时间抵达。陈凡没有讲话，只是望向鬼皮地图，他终于知道俘获相依是什么意思了。他就斗了斗企业人大陆，给自己的时间差都没了。他在考虑有没有可能攻心。既然2个势力的目标都是永夜大陆，那这2个势力之间也应该是敌对关系吧？荒族那边有反应吗？没有。陈凡轻点了下头，这至少说明荒族没有什么远距离监视手段，完全不知道永夜大陆上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永夜大陆正在遭受疯狂轰炸。狱主，我有一事不理解。开口之人是樊玉第2届军策榜首陈九天。企业人大陆竟然有这么多战略级通天柱的储备，为何要打击我们的玄天推进器，直接一波梭哈轰我们的大陆？不是效果更好？既然担心我们跑了，不如直接将我击沉，因为他们不敢。陈凡轻摇了下头，他们的目标是永夜大陆的巴比伦塔遗址，给永夜大陆轰沉了，他们还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吗？畏手畏脚
小便是如此。实际上，他压根没在永业大陆看见什么巴比伦塔遗址，他觉得就算以前有这个东西，现在也应该早没了。在回答了陈九天的疑惑后，陈凡才大步走出参谋阁，来到江北防线上，望向灵魂深处的永业领主面板。在永业大陆成功晋升至3级大陆后，黑暗科技树后续分支终于显现出来。这几年，他共积攒了27个黑暗科技原点，经济、民生一个没点，全留在这里。他相信肯定很少有3级大陆点亮这个层次的军事黑暗科技。黑暗科技名称：信号塔异化。黑暗科技品级：无。黑暗科技类型：军事加成。黑暗科技效果：可操控信号塔范围内任意势力发射的火力打击，并为其设置新的打击目标，一日只能操控1根。倘若对方势力也拥有该黑暗科技，则无法生效，使用次数不返还。所需消耗黑暗科技原点10点。陈凡深吸了一口气，缓缓闭上双眼，感受着心脏的跳动。他就知道天无绝人之危，哪怕看起来几乎必死的绝境，也一定会有条生路等他发现。有了这个黑暗科技，就意味着他可以将企业人大陆发射的1根战略级通天柱强行拿走其操控权限，将打击目标设置为荒族。这样一来，这2个势力可能会先打起来，而他只需要坐享渔翁之利即可。即便无法当渔翁，也可以先将水搅浑，当情况不利于他的时候，水越浑越好，浑水才能给小鱼活下去的机会。点亮这10点黑暗科技原点，物超所值，前提是企业人带来没点亮这个黑暗科技。下一个，他还有17点黑暗科技原点，还能再点亮一个黑暗科技。黑暗科技名称：大陆异化 2.0。黑暗科技品级：无。黑暗科技类型：军事加成。黑暗科技效果：大陆愈加坚固。所需消耗黑暗科技原点10点。陈凡眉头微微皱起，有些迟疑地望向这个黑暗科技。点亮肯定是点亮的，哪怕在垃圾的黑暗科技也得点亮，不然就无法点亮后续的军事黑暗科技。只是他没想过还有个大陆异化 2.0。此前他已经有一个军事黑暗科技大陆异化了，那个黑暗科技的效果也很直白，和这个一样，让大陆愈加坚固。但是不是太硬了一点？他的大陆已经足够硬了，再硬下去，百姓开荒用锄头已经不行了，这上是神炮了。想要修个路建个城什么的，那得上天道炮，管他呢，先点了再说。硬点没坏处，打不过就撞。他只有7点黑暗科技原点了，不够点亮下一个黑暗科技。预祝！就在这时，参谋阁万岁那边传音，企业人大陆的轰炸停止了。永业大陆除东部沿海地带的旋天推进器，剩下3面沿海地带的旋天推进器几乎被全部摧毁。知道了，陈凡轻点了下头。虽然一座20级的旋天推进器造价不贵，但打造起来比较麻烦，需要他跑一趟，1天内才能全部打造完毕。还有一件事，那批鬼巢彻底没清空，后勤阁已经安排人手拾取鬼尸等收获了。7日后，距离荒族和企业人大陆抵达还剩8日时间，永业大陆近乎做好了所有准备。新的一批旋天推进器早已打造完毕了，但并未投入使用，而是装作迟迟没打造好一样，直至今日才再次启动。果不其然，启动的一瞬间，天眼大屏上再次出现了近100道猩红光束，又是来自企业人大陆的轰炸。又急，总是这么沉不下心来。陈凡站在参谋阁内，望向天眼大屏上这一幕笑了起来。那近100道猩红光束同一时间浮现在大屏上，轰向永业大陆，看起来其实还挺壮观的，就是有些心疼。如果这些鬼尸给他多好，他都心疼。想必对方应该更心疼才对。他轻抚着手杖，位于无名山后方的一座20级信号塔，散发出阵阵绿色光芒，如石子落入湖里溅起的涟漪一般，快速朝四周散去。很快便捕捉到了这数百道猩红光束的其中一道。下一刻，这道猩红光束近乎90度的调转方向，径直轰向荒族所在的大陆。而这一幕在天眼大屏上极其显眼。参谋阁内一众人望向那道突然近乎90度调转方向的猩红光束，都愣在原地。狱主，这是梵域的通天柱，可以改变轨迹，这是天眼阵的功效，可以通过天眼阵来微调梵域已经发射出去的通天柱。他们不知道企业人大陆有没有类似的手段，但就算有，也应该是微调才对，怎么能做到像这种近乎90度直角掉头的，而且还是轰向荒族方向？一些小手段，陈凡没有过多解释，只是望向天眼阵上的猩红光束轨迹，轻声道：最好的结局就是荒族因此和企业人大陆直接开战，一般的结局就是企业人大陆向荒族说明情况，最差的结局是2个势力联合起来，共同攻打永业大陆。但无论哪种情况，先试试再说。广袤无边的海洋上，一批鬼巢正在远征，他们不知道离开护翼大陆多远了，只知道一直在游。如果不是随身携带的鬼皮地图，很容易就迷失了方向。就是这份鬼皮地图，待靠近荒族后，也需要扔进海里。37，向阳有些气喘吁吁地望向身旁卖力游泳的伟人鬼，你爹为什么要给你起个37这名字？有什么寓意吗？有。伟人鬼小声道。父亲说37等于21，然后呢？没然后了。向阳面无表情的偏头望向身旁这个伟人鬼，他尝试去理解老大的想法，但思考了许久，他还是没想明白老大取这个名字时候的逻辑。他其实很想说一句，既然如此，为何不直接叫21？但他没问，他预感到不会得到一个正常的回答。我一路上跟你说的你都记住了没有？我以前所在的是天族，就是一个3级鬼族，我知道3级鬼族都有什么鬼物，我们要做的很简单，尽量不暴露自己。伟人鬼点头数下，表示自己记得很清楚。向阳盯着鬼皮地图，最后看了眼方位，估算了下路程后，将手里的鬼皮地图丢进海里，希望一切顺利。轰！荒族大陆一根通天柱在海域上空爆炸，一个高10米披着猩红披
风的高大鬼物悬浮站在半空中，面色阴沉的望向远处海域上的爆炸。于百息前，有一根战略级通天柱没有任何征兆的轰向他所在的大陆。鬼巢中的荆棘鬼第一时间发射了荆棘，在海域上拦截了这根通天柱，并将其引爆，没有对他们造成什么损失。荆棘鬼3级鬼族的独有鬼物，可发射巨型荆棘当作远程攻击手段，最远范围可达50公里，通常用来攻城以及拦截地方的火力袭击，但每日只可发射一根巨型荆棘，一次之后便需1日的休养，才能在体内再次诞生出巨型荆棘。他们荒族共储备了678个荆棘鬼，也就是说，他们单日最大可拦截火力袭击数量为679。除非荆棘鬼进化到了鬼尊之上，也就是25级鬼圣，否则是无法拦截天眼鬼道炮的。目前为止，荒族只有一个鬼圣，而这个鬼圣恰好就是荆棘鬼。这个27级的荆棘鬼圣便是他。荒是他的名字，荒族是他一手创建的势力。在鬼族里，最悲催的鬼物一向是肉虫鬼。荆棘鬼这种功能性的鬼物，这种鬼物往往很难有进化空间，建功立业的什么他们，但瓜分果子的时候往往没他什么事儿。没人知道他一个荆棘鬼一路走到鬼圣付出了多少，但他现在最想知道的是，这根通天柱是哪方势力轰来的。他已秘密离开战争泥潭，按理来讲没人知道他的去向才对。这根通天柱袭来的方向是北方，不是永业大陆轰来的，那会是谁？这尊高达的鬼物面色冰冷的大手一挥，下一刻，身后鬼巢中飞出数十个巨大的蝗虫鬼物，前往爆炸位置，来回转了几圈，随后才朝北方疾驰而去。这是黄鬼，如猎犬般，可记住气息，哪怕是敌方大陆通天柱的气息也可记住，然后原路返回，找到目标。他要知道是谁对他动的手，目标为何？只要当鬼族晋升至3级种族，可以说才真正像是一个种族，有了个是鬼物搭配，实力碾压2级鬼族，何止一个档次。天黑，他得到了消息，或者说是2个消息。第一个消息，黄鬼找到了发射通天柱的大陆，正在朝东方疾驰而去，路径看起来正是永业大陆，一座人类所占据的3级大陆。第二个消息，在附近海域里发现了一大批鬼巢，像是在赶路般，个个精疲力尽。在遇见他们后，这些鬼巢开始疯狂往反方向逃窜。坐在宫殿王座上的鬼物面色毫无波澜的，食指在椅子扶手上轻巧着。看来永业大陆上有至宝的消息，很多人都知道，很多人也想要啊。一座3级大陆，这就有些棘手了。他起身走出宫殿外，大战将至，能多一批鬼巢固然是好的。跑，快跑！海域上，向阳一边用余光不经意地望向身后紧跟着他们的荒族鬼物，一边故意高吼道：快跑！主动加入，目的性太明确了，而这种被迫加入就显得合理多了。然而下一刻，只见一道猩红流光从天边袭来，缓缓停在向阳头顶，仅只是所散发出来的气势，就压着一众鬼巢无法动弹。向阳首当其冲，更是面色涨红，牙关紧咬，一句话说不出来，身子甚至不受控制的开始膨胀。他从这尊鬼物身上感受到了一股极其恐怖的气息，那是比昔日是天族全盛时期的王要更恐怖的气息。一瞬间，他甚至有些绝望，这样的对手樊玉真的能应付的了吗？老大，真的能等到樊玉战胜吗？肉虫鬼原本面色冰冷的荒，注意到向阳因压力骤增而不受控制的身体膨胀区域，眼里闪过一丝动容。鬼皇，肉虫鬼，他这一辈子征战无数，在战争泥潭里也算是闯出了一点名声，但却从未见过鬼皇级别的肉虫鬼。肉虫鬼这种鬼物，在鬼物里是最卑贱、最下贱的存在，近乎无法开智，寿命也几乎只有几个月左右，不知道哪天被风吹到哪里，自己就炸了。别说鬼皇了，他连一只鬼王级别的肉虫鬼都没见过，然而如今却见到了一只鬼皇级别的肉虫鬼，堪称奇迹。荒脸上的冰冷褪去了几分，俯瞰着海里的向阳，嘴角微微上扬。肉虫鬼的鬼皇倒是少见，本座明荒，乃3级鬼族荒族的王，报上你的来历，本座与你加入荒族。看见这只鬼皇级别肉虫鬼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了自己的过去，从荆棘鬼一路爬到鬼圣，成为3级鬼族的王，一路上经历了什么，只有他知道。但现在，或许这只肉虫鬼也知道，对方身上有他的影子。像他们这种鬼物，要付出比其他鬼物更多的代价，才能站在这里。他不服命，也不认命，他要告诉这个世界，哪怕是荆棘鬼，也可成为3级鬼族的王。气势削弱，压力骤减，原本身体开始不受膨胀的向阳，身体又快速平息下去。向阳有些恍惚，下一刻，身后鬼巢中飞出数十个巨大的蝗虫鬼物，前往爆炸位置，来回转了几圈，随后才朝北方疾驰而去。这是黄鬼，如猎犬般，可记住气息，哪怕是敌方大陆通天柱的气息也可记住，然后原路返回，找到目标。他要知道是谁对他动的手，目标为何？只要当鬼族晋升至3级种族，可以说才真正像是一个种族，有了个是鬼物搭配，实力碾压2级鬼族，何止一个档次。天黑，他得到了消息，或者说是2个消息。第一个消息，黄鬼找到了发射通天柱的大陆，正在朝东方疾驰而去，路径看起来正是永业大陆，一座人类所占据的3级大陆。第二个消息，在附近海域里发现了一大批鬼巢，像是在赶路般，个个精疲力尽。在遇见他们后，这些鬼巢开始疯狂往反方向逃窜。坐在宫殿王座上的鬼物面色毫无波澜的，食指在椅子扶手上轻巧着。看来永业大陆上有至宝的消息，很多人都知道，很多人也想要啊。一座3级大陆，这就有些棘手了。他起身走出宫殿外，大战将至，能多一批鬼巢固然是好的。跑，快跑！海域上，向阳一边用余光不经意地望向身后紧跟着他们的荒族鬼物，一边故意高吼道：
快跑，主动加入，目的性太明确了，而这种被迫加入就显得合理多了。然而下一刻，只见一道猩红流光从天边袭来，缓缓停在向阳头顶，仅仅只是所散发出来的气势，就压着一众鬼潮无法动弹。向阳首当其冲，更是面色涨红，牙关紧咬，一句话说不出来，身子甚至不受控制的开始膨胀。他从这尊鬼物身上感受到了一股极其恐怖的气息，那是比昔日是天族全盛时期的王要更恐怖的气息。一瞬间，他甚至有些绝望，这样的对手樊玉真的能应付得了吗？老大，真的能等到樊玉战胜吗？肉虫鬼原本面色冰冷的慌，注意到向阳因压力骤增而不受控制的身体膨胀区域，眼里闪过一丝动容。鬼皇，肉虫鬼，他这一辈子征战无数，在战争泥潭里也算是闯出了一点名声，但却从未见过鬼皇级别的肉虫鬼。肉虫鬼这种鬼物，在鬼物里是最卑贱、最下贱的存在，近乎无法开智，寿命也几乎只有几个月左右，不知道哪天被风吹到哪里，自己就炸了。别说鬼皇了，他连一只鬼王级别的肉虫鬼都没见过，然而如今却见到了一只鬼皇级别的肉虫鬼，堪称奇迹。荒脸上的冰冷褪去了几分，俯瞰着海里的向阳，嘴角微微上扬。肉虫鬼的鬼皇到底能走到怎样的高度？能不能日后也成为一个3级鬼族的王？接下来安心待在荒族，我会向你见证，身为一个荆棘鬼最远能走到多远。如果我倒下了，你要继承我的意志，去向整个世界证明，哪怕是一个肉虫鬼也可以走得很远。荒的声音顺着海风飘进向阳耳里，站在荒身后的向阳有些怔怔地望向荒的背影。他原先在是天族的唯一使命便是自爆，是天族的王，每时每刻都在告诉他，自爆就是肉虫鬼最大的光荣。他一直这样觉得，他觉得肉虫鬼就该这样，直至他遇见了95告诉他，一看你就没什么战斗力，躲在我身后。他第一次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情愫，而这是第二次。荒告诉他不会启动他，哪怕荒族亡了也会送他逃走，只为想看看他身为一个肉虫鬼能走到多远。哈哈哈哈哈！荒突然大笑了起来，不知想到了什么，突然搂过向阳的肩膀，落在荒族大陆上。走，以后就是一家人，带你见见我的下属，见见我打下的江山。向阳默默地望向荒的背影，如果他在离开是天族后第一个遇见的是荒，或许他会死心塌地的为荒卖命，但他第一个遇见的95给了他不一样的感觉。95让他知道肉虫鬼是可以被保护的，是不用第一个冲锋陷阵的，是不用自爆来实现自己价值的。他在心里默念着这一切。荒是敌人，95才是他的老大。敌人的甜言蜜语均是糖衣炮弹，而且只是嘴里说的好听，说不定遇见危机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将他丢出去，谁也说不好。最主要的是，肉虫鬼除了自己自爆这种启动方式，还有被人丢出去这种启动方式，这也是他为什么能在是天族担任七皇的主要原因。这一夜，荒没有去管那座大陆，而是破天荒的拉着向阳在自己宫殿里喝了一顿酒。荒喝的很多，荒醉了，高大的身躯迷迷糊糊的靠在王座上，眼神涣散的望向天花板，呢喃着：凭什么就该如此？我偏不如此。我是荒，3级鬼族的王，你也一样。七皇，肉虫鬼不该被风裹挟，该有自己的路。天亮了，荒的醉意褪去，又恢复到了往日冷漠的样子。坐在宫殿王座上，轻揉着太阳穴，思索着如何处置那座对他们发射通天柱的大陆。只发射了一根，不像偷袭，更像是挑衅，或者是宣战。而观对方大陆的前进路线，大概率也是永夜大陆时和他的目标冲突。宫殿内，一众心腹安安静静地站立在两侧，等待着荒的命令。殿内寂静无声，沉默许久后，荒才缓缓道：既然对方已经明牌了，那对方的目标应和我们一致。永夜大陆上的那个至宝，据说无论哪个势力获得，都会快速崛起的异宝。原本还不确定，担心可能是谣言，但既然有人和我们目标一致，而且还是人类大陆，反而能增加这个信息的真实率，对我们来讲是好事。传令下去，全速前进，我们要更快抵达永夜大陆。企业人大陆地下会议室内，一众幕僚面色难看的站在原地，直至一道声音从身旁传音符传来：禀大人，那批黄鬼撤退了。附近并未有鬼物袭来的迹象。话音落下，在场人顿时松了一口气。黄鬼是3级鬼族的特有鬼物，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们不想出什么岔子，更不想和一座3级鬼族为敌。但现在需要处理另一件事，他们发射向永夜大陆的通天柱，有一根通天柱突然不受控制，自己调转方向轰向了南部1000多公里的一处海域。这是他们第一次遇见这种通天柱不可控的情况。没多久，便有大批黄鬼从南部飞来探测情况，他们便猜到那根通天柱应该是落在一座3级鬼族所占据的大陆。有人想要借刀杀人，能站在这个屋子里的人，几乎瞬间便看破了这一切。不过还好，结局没有向坏的方向去发生。但通天柱为何会突然不受操控？谁做的？永夜大陆？不对，永夜大陆不可能有这手段，这种手段从未听闻，不可能是一座2级大陆能拥有的手段。如果是这样的话，有渔翁。一张巨大的鬼皮地图挂在墙面上，站在墙前的老者缓缓道：看来盯上永夜大陆的不仅仅是我们，还有其他势力。这个3级鬼族目标很有可能也是永夜大陆，至少有3家势力。有家势力想要挑起我们和这个3级鬼族的纷争，从而坐山观虎斗。好在这个3级鬼族并未上当，免去一场危机。大人，3级鬼族为何会大张旗鼓的前往永夜大陆？还记得那个流言吗？老者面色淡然道：这片海域流传着一个传说，说永夜大陆之所以是唯一一个被雷雨海域所封锁的大陆，是因为这座大陆上有顶级至宝，这个至宝顶级到被天妒，从而被封锁。任何势力夺得这个至宝，都可快速崛起。你我等人都清楚，永夜大陆之所以被雷雨海域封锁，单纯是因为这座大陆上有巴比伦塔的遗址。天道不愿看见我们企业人重建巴比伦塔，根本没有什么顶级至宝。这个3级鬼族想必也是冲着这个顶级异宝来的。至于另外一个想要坐收渔翁之利的势力，所图为何就不清楚了。
大人，那我们现在该如何处置？降低速度。等老者缓缓道，鬼族去天外天没有意义，他们就是从天外天进来的。我就不信这个3级鬼族攻打永夜大陆的目的是想要重新前往天外天，他们的目标只能是顶级至宝，和我们的目标不冲突，不影响我们，让他们先抵达永夜大陆。他们快打下来的时候，无论暗中那个势力抱有什么目的，都不会眼睁睁的看着永夜大陆就这样被轻松占领。那个势力会在最后时刻出手，和3级鬼族开启一场大战，而我们要做的就是静观虎斗，等决出胜利者后，全胜出击。永夜大陆参谋阁内，天眼大屏前，参谋阁阁主万岁正在汇报着最新进展。狱主，按照正常情况，此时荒族和企业人大陆应该都有5日便会抵达永夜大陆。一开始企业人抵达的时间要较晚一点，但后来他们加速了，就赶上了这批时间差。而现在企业人大陆突然降速了，预计抵达时间从5日后增加到7日后，而荒族突然加速了，预计抵达时间从5日后变成了4日后。陈凡默默望向天眼大屏上2座大陆的俯瞰画面分屏，那根通天柱在即将落在荒族大陆上后被引爆。荒族也确实派出了一批鬼物前去调查，并成功追溯到了企业人大陆。只是荒族并未大举进攻企业人大陆，更别提和企业人大陆开战什么的，而是选择了全速前进，以更快的速度抵达永夜大陆。那就来吧，陈凡低声呢喃着，他能准备的已经都准备好了，接下来就该看看天眼轨道炮的威力了。与此同时，大批后勤阁成员正在独眼大陆上忙碌着，原本应该沦为废墟遗址的城墙，重新被铺设上了鬼火、铜管以及天道炮，几乎和上次消灭独眼族时一样。唯一不同的是，这次天道炮并未对准大陆内部，而是对准了大陆外的海域里。下一刻启动，在独眼大陆后勤9组的组长下令下，独眼大陆尾部的旋天推进器开始缓缓启动，推动着独眼大陆开始缓缓前进，随后直撞向不远处的另外一座大陆——绝望大陆。2座大陆接触之时，震耳欲聋的声音在天地间陡然响起。紧接着，只见部署在独眼大陆海岸线上的一座天道炮已酝酿完毕，伴随着炮管上的白色纹路被点亮，一道炽热光柱猛地从天道炮上轰鸣而出，重重轰在绝望大陆上，轰出一座巨大深坑，威力巨大。但守在独眼大陆上的后勤阁成员见状，并未有一丝喜悦，反而流露出一丝失落。不行吗？1月前，繁育参谋阁7组组长陈菊天提出了一个设想：天道炮部署在大陆上，启动后威力是最大的，且可贯穿整个大陆。这个距离没有限制，无论大陆多大，都会贯穿大陆，是一座大陆的最后底牌。既然如此，那是否可以炮口对外，然后让2座大陆紧贴在一起？这样一来，所发射的天道炮便可无需部署在地方大陆，便能贯穿对方大陆。天道不愿看见我们企业人重建巴比伦塔，根本没有什么顶级至宝。这个3级鬼族想必也是冲着这个顶级异宝来的。至于另外一个想要坐收渔翁之利的势力，所图为何就不清楚了。大人，那我们现在该如何处置？降低速度。等老者缓缓道，鬼族去天外天没有意义，他们就是从天外天进来的。我就不信这个3级鬼族攻打永夜大陆的目的是想要重新前往天外天，他们的目标只能是顶级至宝，和我们的目标不冲突，不影响我们，让他们先抵达永夜大陆。他们快打下来的时候，无论暗中那个势力抱有什么目的，都不会眼睁睁的看着永夜大陆就这样被轻松占领。那个势力会在最后时刻出手，和3级鬼族开启一场大战，而我们要做的就是静观虎斗，等决出胜利者后，全胜出击。永夜大陆参谋阁内，天眼大屏前，参谋阁阁主万岁正在汇报着最新进展。狱主，按照正常情况，此时荒族和企业人大陆应该都有5日便会抵达永夜大陆。一开始企业人抵达的时间要较晚一点，但后来他们加速了，就赶上了这批时间差。而现在企业人大陆突然降速了，预计抵达时间从5日后增加到7日后，而荒族突然加速了，预计抵达时间从5日后变成了4日后。当海域里的黑渊是无法移动的，但永夜大陆上诞生了一些黑渊，诞生在陆地上的黑渊可以将那一片全都挖起来，然后挪个地方。而在身旁，那个老鬼军师则是默默地站在原地。大王不会死亡，就算身亡，也可在一座黑渊复活，哪怕那座黑渊不是自己的。这就是黑暗圣体的霸道之处，不会死亡。战争泥潭对于大王来讲没有那么危险。鬼皇95望向手里的鬼皮地图，距离战争泥潭还有3日路程，马上就快到了。希望此行一切顺利，安然回家。半日后，鬼皇95成功抵达战争泥潭，站在护翼大陆边缘的95有些呆呆地望向远方那一幕。这是他第一次来战争泥潭，也是第一次真正见到战争泥潭。只见远处海平面上能清晰见到有类似于雷雨海域的风暴圈，将一圈海域圈了起来。只要穿过这个风暴圈，就算是正式进入战争泥潭了。风暴圈所笼罩的那片海域，乌云密布，狂风暴雨，远远看去就给人一种不太想进去的感觉。护翼大陆在1000头金鬼的驱动下，快速朝风暴区驶去。没一会儿功夫，便进入这片区域。风暴区的上空和周围分界线极其明显，除了风暴区上空的乌云密布，附近都是万里无云，没有雷劈下来。除了感觉风浪大点，没什么危机。足足前进了1个时辰的功夫，才正式进入了战争泥潭。从此刻开始，将正式计算生存时间，每活1日，养老一族便可拥有1日的生存时间。只是或许是他们命不好，才刚进入战争泥潭，便看见3、4公里远有一座大陆。完了，95内心突然咯噔一下，面色顺便下令1000头金鬼快速启动。那座大陆也有了反应，无数火焰在海底喷射出来，染红了一片汪洋大海。
玄天推进器被快速启动，朝远处逃窜而去。两座大陆都在以极快的速度朝对方的相反方向逃窜而去。95有些懵逼，他望向那座离他越来越远的大陆，眼里满是茫然。不是说战争泥潭里大陆会疯狂乱轰，彼此厮杀，极其混乱吗？怎么看起来对方比他还怕？等等，他突然反应过来了什么，面色微微古怪。正常势力进入战争泥潭是为了干什么的？获得生存时间，而不是想着掠夺他人。这种时刻自然是避战最好。不仅仅他是这样想的，或者说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想的。战争泥潭里有自己的生物链，这里小于占多数，认为自己能站在食物链顶端的没几个人。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想就好了。95一边嘟囔着，一边操控着护翼大陆紧靠风暴区，在战争泥潭最外围溜达着，速度不紧不慢。战争泥潭本身没有危险，如果大家都不对轰，每个人都能获得生存时间，待个10年8年的，一点问题都没有。还有一点，身旁军师缓缓道：“目前我们是刚进入战争泥潭，如今的我们是无敌姿态，任何势力都不怕。”95有些不明所以的望向身旁军师，军师有何看法？很简单，军师指向刚才那座大陆逃窜的方向。这片海域里不会有无缘无故的战争，就说彼此开战也是为了掠夺，而我们如今连1日战争泥潭生存时间都没有，打我们能得到什么？什么都得不到，反而会消耗自己的军事储备资源，还会遭到我们的反扑，让自己陷入战火，从而让自己被其他势力盯上。95深以为然的点了点头，有理，但唯一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战争泥潭的势力有没有什么手段能判断出对方拥有多少日战争泥潭生存时间。鬼皇95若有所思地思索着，此时他已经进入战争泥潭半个时辰了，除了一开始那座大陆，周围海域上什么都没看见。显然战争泥潭足够大，不会显得那么拥挤，只要想避战，还是可以避得开。然而下一刻，视野尽头，远处海面上缓缓出现了一座大陆，原本行驶方向正是他们这里，看着架势应该也是打算在战争泥潭边缘溜达的，但或许也发现了他们，很快便掉头朝另外一个方向驶去。也是第一次真正见到战争泥潭，只见远处海平面上能清晰见到有类似于雷雨海域的风暴圈，将一圈海域圈了起来。只要穿过这个风暴圈，就算是正式进入战争泥潭了。风暴圈所笼罩的那片海域，乌云密布，狂风暴雨，远远看去就给人一种不太想进去的感觉。护翼大陆在1000头金轨的驱动下，快速朝风暴区驶去，没一会儿功夫便进入这片区域。风暴区的上空和周围分界线极其明显，除了风暴区上空的乌云密布，附近都是万里无云，没有雷劈下来，除了感觉风浪大点，没什么危机。足足前进了1个时辰的功夫，才正式进入了战争泥潭。从此刻开始，将正式计算生存时间，每活1日，养老一族便可拥有1日的生存时间。只是或许是他们命不好，才刚进入战争泥潭，便看见3、4公里远有一座大陆。完了，95内心突然咯噔一下，面色顺便下令1000头金轨快速启动。那座大陆也有了反应，无数火焰在海底喷射出来，染红了一片汪洋大海。玄天推进器被快速启动，朝远处逃窜而去。两座大陆都在以极快的速度朝对方的相反方向逃窜而去。95有些懵逼，他望向那座离他越来越远的大陆。然而就在这时，他手里的传音符突然传来声音：域主。天眼之眼又发现了5座3级大陆，正从东南西北靠近永业大陆军事企业人所占据的大陆势力。陈凡面无表情的沉默在原地，没有讲话。良久后才轻叹了一口气，看来命运并不眷顾他。在先前天眼之眼并未铺设到的地带，真的有敌对势力正在靠近，而且还是5座。现在是7个3级势力以1敌7。既然如此，计划需要变一变了。他已经没时间等了，先下手为强。樊玉最大的优势是储备了大量鬼石和通天柱，他自然会完全利用好这个抵御。永业防线是最后一道防线，不是战争的主要手段。等敌人攻到永业防线，意味着永业大陆距离沦陷也不远了。陈凡缓缓拿起手里的传音符，轻声道：“导弹储备基地听令，发射1枚战略级通天柱，目标荒族大陆。”下一刻，无名山后山的导弹储备基地，一根矗立在地面上数百米高的通天柱开始缓缓震动，伴随着炽热尾焰从底部喷射而出，缓缓升空，在高空中调转方向，以极快速度径直朝荒族大陆轰去。荒族大陆来得好！站在岸边的荒望向从天边疾驰而来的一道携带着恐怖威力的炽热光柱，冷哼一声，守护在岸边的一头荆棘鬼做出了反应，如海参般的身体快速蠕动着，随后张开血盆大嘴，一道漆黑无比的巨型荆棘从腹部喷射而出，直直撞上那根从天边袭来的炽热光柱。轰！巨大的爆炸声在海域上空传来，拦截成功。这个方向是永业大陆的方向，看来樊宇已经发现我们了。荒缓缓道：“加速前进，以最快速度拿下永业大陆。”王身旁一个心腹终于忍不住开口道：“我们要不要也慢一点？前些日子朝我们发射通天柱的那座大陆，经黄鬼探测，已经放慢了速度，明显打算当麻雀。我们也可以慢一点。”让他们先打。荒偏头看了眼身旁心腹，面色毫无波澜的平静道：“不是后来的都是麻雀，先来的也可以是麻雀。麻雀可以先吃蝉，再吃螳螂。”就在这时，又是一根通天柱袭来，只是这道通天柱所散发出的威势极其弱，就是最普通的通天柱，不像是战略级通天柱那种炽热光柱，近乎点亮整片天空。不用拦截，荒下了命令。对方既然发现了他们，明显是想要用普通通天柱来消耗他的拦截力量，但他又岂会上这种当？这种程度普通通天柱对他的精英鬼物根本无法造成太多伤害。就这样，这根普通
通天柱在没有任何拦截的情况下，轻轻松松地轰在了荒族大陆上一处矿区。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剧烈响起，大陆隐隐颤抖，三座黑渊瞬间融化，荒呼吸瞬间停滞，面色愤怒地转身望向身后不远处空中通天柱爆炸后升起的蘑菇云。这个威力根本不是普通通天柱的威力，而是战略级通天柱的威力。这三座黑渊是他这些日子来辛辛苦苦从其他大陆上收集来的陆地黑渊，当做战略储备物资的。这些年，他总共才收集了7座黑渊，放在自己大陆上3分布在3个区域，而刚才那根通天柱瞬间炸毁了他3座黑渊，多年以来的储备几乎瞬间消失了一半。站在一旁的向阳默默地望向这一切，他知道这是樊玉的通天柱，樊玉率先出手了，接下来就看荒族如何应付了。然而樊玉不打算给他们这么多思考时间，又是3道普通通天柱从天边袭来，这次荒不敢怠慢，虽然愤怒，但他还是快速平复情绪，下令荆棘鬼开始拦截。愤怒的情绪会影响判断，战争里最忌讳就是情绪决策，他已经尽可能冷静，但当他看见那3根普通通天柱在海面上被拦截引爆后，还是面色不受控制的阴沉了下来。这3根是真的普通通天柱，威力极小，白白消耗了他3个荆棘鬼手下的拦截次数。这是什么手段？他没见过，在战争泥潭里也没见过。樊玉可以将战略级通天柱伪装成普通通天柱，但没给他太多思考时间。樊玉的后手如潮水般一波一波袭来，这次足足有100根通天柱划破天空，呼啸着朝荒族大陆冲来。拦截！荒咬牙下令全部拦截。与此同时，快速消耗掉剩下4座黑渊所储备的所有黑暗之源，快速生产出了2000个荆棘鬼，加上原有的678个荆棘鬼，现在荒族共有2678个荆棘鬼。来吧，就算是普通通天柱，他也会全部拦截。距离抵达永夜大陆只有3日功夫了，他倒要看看樊玉单日能发射多少枚通天柱。樊玉总是那么和善，别人的要求总是会尽可能满足。当这100根通天柱被全部拦截在海域上，纷纷爆炸，都是普通通天柱的威力。荒还没来得及有多余反应，第2批通天柱又来了。如此密集，间隔时间几乎不足百息，说明当那100根通天柱升空没多久后，第2批通天柱就紧跟其后的发射。这一次是2575根，近3000根通天柱同时划破天空，那是一副怎样的场面呢？遮云蔽日，刚被生产出来的一个个荆棘鬼趴在地面上，耐心等待着王的命令，精确到了个位数。身为鬼圣，他的视觉捕捉能力和思维能力要远超寻常鬼物。在他第一时间确认了这批通天柱的数量后，他突然笑了起来，不知为何，他冥冥中感觉自己可能要败了。荒族共有2679个荆棘鬼，刚刚的拦截后，剩余拦截次数还有2675根，而樊玉所发射的通天柱恰好也是2675根。这说明什么？说明樊玉对他们近乎了如指掌，不仅仅知晓他们的黑渊坐落在哪个区域，甚至连他以前有多少荆棘鬼和刚才生产出来了多少个荆棘鬼都极其清楚。荒抬头望向天空，他不知道樊玉以何种手段在监视他，但他想对方或许现在正盯着他。他笑了起来，轻声吐字道：“我赌你这2675根通天柱都是普通通天柱，放弃拦截。”事实上，也正如荒所猜测的那样，参谋阁的天眼大屏上，屏幕上浮现着荒的特写，占据了近乎整个屏幕。旁边负责唇语的人，第一时间将荒所说的话翻译出来。很可惜，陈凡双手拄着翡翠手杖，站在原地轻声道：“你赌错了。”下一刻，剧烈的爆炸近乎布满了整个荒族大陆边缘。这批普通天柱里夹杂了30根战略级通天柱，而这些战略级通天柱的轰炸目标正是那批荆棘鬼。这波轰炸之下，荒族的荆棘鬼近乎彻底全部灭绝。樊玉无法和向阳建立直接联系，但这些日子，向阳根据95的嘱咐，会偶尔像是发呆一样，40-50度望向天空，无声呢喃着什么。信息由此传回樊玉，荒族的王是27级的鬼圣，本体为荆棘鬼。鬼圣，樊玉没遇见过这样的敌人，不知具体实力如何，短兵交接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所以他布下的对荒族的作战计划很简单：覆盖轰炸、信息、远程火力，这2个近乎能直接决定一场战役走向的东西，樊玉都有，而且极其擅长，自然要将这个特长完美发挥出来。当这一批通天柱落下，并精准消灭了荒族近乎全部荆棘鬼后，又是2000根通天柱袭来。这次荒族已经完全没有了拦截手段，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批通天柱落在荒族大地上。哪怕荒已经在荆棘鬼被全部杀死后，以第一时间下令，并带着身旁亲信跳海逃命，但一座大陆何其大，更多鬼物根本来不及逃窜，被藏在这批通天柱里的战略通天柱精准轰杀。正当轰炸准备继续的时候，荒和身边亲信的身影连同向阳一同消失在了天眼大屏上。荒族这个3级鬼族，多半鬼物，尚未抵达永夜大陆，便被永夜大陆的近万根通天柱近乎洗地一般屠杀干净。参谋阁内并没有太多欢呼声，不仅仅是因为荒族的王下落不明，更多的是在天眼大屏上5座新的企业人大陆已经出现在了大屏，并从不同方向朝永夜大陆疾驰而来。樊玉总共储备的通天柱数量为20万根，刚才已经用了近万根了。万岁站在原地，眼睛直勾勾盯着天眼之屏上的那5座新浮现出来的企业人大陆，嘴唇紧抿，一言不发。这是一场不对等的战争，这些该死的企业人一刻都等不及了吗？良久之后，陈九天终于忍不住开口，打破了这压抑的氛围。我们要怎么办？之所以能如此轻易覆灭荒族的大
半鬼族，他所研发的内敛阵法当居首功，先打看。陈凡停顿了一会儿后，才平静道：继续轰炸荒族大陆，我还没收到荒族大陆在战争泥潭的掠夺时间，将这座大陆上的残余鬼物全部屠干净。这5座企业人大陆，按照现在速度，最近的需要5日后抵达，最晚的需要9日后。我们还有时间，还有机会。一片汪洋大海上，昔日荒族大陆的王27级的鬼圣，此时身后并无平日那么多手下跟随，只有7、8个心腹和向阳。鬼物大军已全部死在了荒族大陆上。荒偏头望向向阳笑了起来，你看，昨日我还和你吹嘘自己有多厉害，今日就折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充满变数，谁也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这就是征战的魅力。这次主要是有点倒霉，如果在战争泥潭里的话，我们还能冲过去，但这次距离太远了。樊玉那种不知道是哪来的监控手段，将我们了解的太详细了，再加上大批通天柱洗地，确实没抗住。不过没关系，我们还活着，还可以东山再起。在跳海后，他激活了一滴心血，随即传送到附近海域的一片区域。他相信此时应该已经脱离了樊玉的监视。我们现在需要去找一批鬼巢，重新收一批手下。身旁心腹无人讲话，向阳也没讲话。37死了，也死在了樊玉的轰炸中，包括他带来的那批鬼巢。不过37可以复活，倒是无需在意。或许是感受到军心有些不稳，都振作起来。荒低吼一声，一点小小的挫折，就让你们这副样子。如此弱懦，如何能成大业？王身旁一个心腹终于忍不住，声音中夹杂着哭腔，颤声道：“这是一点小的挫折吗？荒族亡了，荒族甚至连永业大陆的全貌都没见到，就亡了，我们还有命。”荒不满地低吼着：“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就在几人交谈之际，却没注意到身后一座大陆正在缓缓靠近，并且一根战略级通天柱已经升空。感受到身后动静，荒下意识望向身后，随后深吸一口气，手心召唤出一个巨型荆棘，猛地抛出撞向那根通天柱，使其在距离他们数公里远便被引爆。他冷哼一声，他可是鬼圣级别的荆棘鬼，所喷射的巨型荆棘是可以拦截天眼轨道炮的，拦截战略级通天柱实在是浪费了。哪怕他现在有点落魄，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欺负的。然而下一刻，5根战略级通天柱再次从这座大陆升空。算了算了，荒摇了摇头，有点肉痛的从指尖再次挤出一滴心血，带着一众心腹再次随机传送离开这片区域。运气有点没，怎么刚好传送到一座大陆附近了？通天柱落空，但这座大陆并未停下，保持速度继续向前驶去，方向正是永业大陆，为20万根。刚才已经用了近万根了。万岁站在原地，眼睛直勾勾盯着天眼之屏上的那5座新浮现出来的企业人大陆，嘴唇紧抿，一言不发。这是一场不对等的战争，这些该死的企业人一刻都等不及了吗？良久之后，陈九天终于忍不住开口，打破了这压抑的氛围。我们要怎么办？之所以能如此轻易覆灭荒族的大半鬼族，他所研发的内敛阵法当居首功，先打看。陈凡停顿了一会儿后，才平静道：继续轰炸荒族大陆，我还没收到荒族大陆在战争泥潭的掠夺时间，将这座大陆上的残余鬼物全部屠干净。这5座企业人大陆，按照现在速度，最近的需要5日后抵达，最晚的需要9日后。我们还有时间，还有机会。一片汪洋大海上，昔日荒族大陆的王27级的鬼圣，此时身后并无平日那么多手下跟随，只有7、8个心腹和向阳。鬼物大军已全部死在了荒族大陆上。荒偏头望向向阳笑了起来，你看，昨日我还和你吹嘘自己有多厉害，今日就折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充满变数，谁也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这就是征战的魅力。这次主要是有点倒霉，如果在战争泥潭里的话，我们还能冲过去，但这次距离太远了。樊玉那种不知道是哪来的监控手段，将我们了解的太详细了，再加上大批通天柱洗地，原本跪在地上的双膝也慢慢起来。我如果没看错的话，荒帝现在好像从鬼圣落到鬼尊了。刺耳且兴奋的笑声从这只鬼物嘴里响起，歇斯底里的狂笑了许久后，才满眼憎恶的盯着荒一字一句道：还记得我吗？不，你应该记得。3年前，在战争泥潭里，你摧毁了我的大陆，让我的鬼族跌落至2级种族，连同所在大陆都被你们摧毁。我只能离开战争泥潭，居无定所，流落在海里。近日听说永业大陆的雷雨海域解除了，想来碰碰机会，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了你。怎么，昔日的荒帝怎么也能落到如此境界呢？这个鬼物正是鬼尊修为，身后有4个鬼尊手下，而荒如今也是鬼尊，身后几个心腹也有3个鬼尊，其他包括向阳在内都是鬼皇，再加上这个鬼物身旁还有大批鬼巢，双方打起来，他们没有一点优势。这个鬼物此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眼里满是大仇将报的快感，步步逼前，对我动手。你确定吗？站在原地的荒面色毫无波澜的轻吐了一句话，但就是这一句话便将这个鬼物吓退在原地。他缓缓从4周围上来的鬼物每个人脸上扫过，每扫过一个，对方都会下意识后退几步。在战争泥潭里，荒给他们留下的心理阴影太大了。下一刻，好，荒没有丝毫犹豫，瞬间转身拽着身旁向阳朝后跑去，而跟在身旁的心腹也第一时间转身逃去。妈的，被吓退的鬼物面色瞬间愈发难看了起来，漆黑如滴墨般，怒吼道：追上去，杀了他们！2个时辰后，一张木板上，荒望向自己身上的伤势，疼得有些龇牙咧嘴，不时倒吸了口凉气，没跑掉。这群兔崽子跑得还挺快，他们没跑掉，在跌落鬼尊后，他就无法用心血随机传送逃跑了，只能被迫迎战。最后的结果是，那个鬼物的头颅被他当场捏爆，其手下也被他挨个捏死。
大批鬼潮四处逃窜而去，他的心腹死了个干净，只有向阳被他带了出来，而他也身受重伤，也就是虎落平阳被犬欺。荒有些自言自语的嘟囔着，这要是放在昨天，我掐死他们和掐死蚂蚁一样简单。就在这时，向阳低下头小声道：荒，为什么救我？在双方大战时，荒数次帮他挡下了致命一击，如果不是荒时不时照拂他，自己根本不会受那么多伤，当然他也活不下来。他不知道荒为什么要护他。落，荒从怀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点药草，仔细地覆盖在自己伤口上，随意道：我不是说了吗？要让你见证我能走到哪一步。你死了还怎么见证？世人日后怎么知道我的辉煌？我跟你说，别看我们现在有些落魄，但其实越落魄越好。当我日后成为这个世界王的时候，这些落魄都是我的勋章。再说了，我答应要保护好你的。荒，向阳身上也有伤势，不过已经包扎完毕了。他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哪，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到95身边，樊玉还能不能找到他。他只是有些不理解，你为什么对世界的王那么执念？荒一边包扎一边像是自言自语着，像我们这种鬼，生来就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只有成为世界的王，才不会有人欺负我们。接下来不要放弃，千万不能气馁。我们要找到一批鬼巢，然后收服他们。如果运气好的话，能找到一座无主大陆就更好了。天色渐渐黑了下来，不久后永夜就会袭来，但人倒霉的时候好像会一直倒霉。身下海水突然开始狂涌，下一刻，一个巨大的鬼物从海底缓缓浮在海面，巨大的瞳孔紧紧盯着向阳和荒。真的是，荒长叹了一口气，天道鬼为什么会浮出海面？老老实实待在海底不就好了吗？喂，认错人了，这里没有大陆，回去睡觉去吧。乖。天道鬼并不乖，发起了冲击。荒默默地摇了摇头，身子开始变化，化作一个巨大的海参。这是荆棘鬼的本体，伴随着尖端蠕动，一根巨大的巨型黑色荆棘喷射而出，瞬秒。别小瞧了我啊！有些力竭，重新化作人形的荒，重新躺在木板上，望向头顶渐渐暗下来的天色和不远处那头渐渐沉入海底的天道鬼尸体，嘟囔道：好歹我也曾经也是鬼圣，还是最擅长攻击的荆棘鬼，秒你个天道鬼不是轻轻松松，不识好歹的家伙。喂，七皇，说说你身为一个肉虫鬼，到底是怎么成为鬼皇的？我感觉我再不听可能就听不到了。向阳沉默了一会儿后才开口道：我觉醒灵智比较早，可以操控自己身体的形状，当被风要吹到山体或者城墙上的时候，就将自己身体变成扁平类凹状，这样风吹来的时候，我就不会往前飞了，而是往天上飞。有意思。荒有些气息虚弱的笑了起来，那你岂不是在很弱小的时候就飞在空中过？那你想不想知道我是怎么成为鬼圣的？随后不等向阳开口，便自顾自道：那时我诞生在一个3级种族里，是荆棘鬼。有一次我立了大功，有一个鬼族夜袭，我发现了对方，并第一时间开火阻拦，惊动了王，成功阻止了对方的夜袭。我想这次立了大功，至少可以成为荆棘鬼的小队长之类的。但王不仅没有给我任何嘉奖，甚至还遭到了一众鬼皇的嘲笑。我心里一直记着这个事。荒声音越来越弱，低声呢喃着：他们为什么要嘲笑我？就因为我是荆棘鬼，就因为荆棘鬼的本体很丑陋，就因为荆棘鬼天生卑贱。不过后来我忍气吞声，表现得很好，再加上我很努力，修为长得也很快，成为了统帅这个鬼族的大队长。王很信任我，将权限彻底下放给了我。但我心里一直记得这个事儿，我必须得成为王，才不会有人欺负我。在一次和人类大陆作战时，人类大陆发射了很多枚通天柱，王下令拦截，我违命，通天柱轰然落下，大战一触即溃。我趁人类没登陆之前，带着我暗中笼络的手下，带着所有资源离开了这座大陆。30年后，我再次归来，便有了荒族的名声。荒呆呆地望向头顶快速袭来的永夜，他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力在快速流逝，本就身受重伤，又强行发射一根巨型荆棘杀死天道鬼，或许他可能熬不过今夜了。你后悔攻打樊玉了吗？坐在一旁木板上的向阳突然开口道：不后悔。荒坚定地摇了摇头，虽然我是因为攻打樊玉才沦落到如今境界，但不攻打樊玉也会攻打其他势力，只要在征战的路上，就总有一日可能会是这个结局。当我踏上这条路的时候，我就预料到了这个结局，只是多少还是有些不甘。天道鬼并不乖，发起了冲击。荒默默地摇了摇头，身子开始变化，化作一个巨大的海参。这是荆棘鬼的本体，伴随着尖端蠕动，一根巨大的巨型黑色荆棘喷射而出，瞬秒。别小瞧了我啊！有些力竭，重新化作人形的荒，重新躺在木板上，望向头顶渐渐暗下来的天色和不远处那头渐渐沉入海底的天道鬼尸体，嘟囔道：好歹我也曾经也是鬼圣，还是最擅长攻击的荆棘鬼，秒你个天道鬼不是轻轻松松，不识好歹的家伙。喂，七皇，说说你身为一个肉虫鬼，到底是怎么成为鬼皇的？我感觉我再不听可能就听不到了。向阳沉默了一会儿后才开口道：我觉醒灵智比较早，可以操控自己身体的形状，当被风要吹到山体或者城墙上的时候，就将自己身体变成扁平类凹状，这样风吹来的时候，我就不会往前飞了，而是往天上飞。有意思。荒有些气息虚弱地笑了起来，那你岂不是在很弱小的时候就飞在空中过？那你想不想知道我是怎么成为鬼圣的？随后不等向阳开口，便自顾自道：那时我诞生在一个3级种族里，是荆棘鬼。有一次我立了大功，有一个鬼族夜袭，我发现了对方，并第一时间开火阻拦，惊动了王，成功阻止了对方的夜袭。我想这次立了大功，至少可能会赢，继承我的意志，活下去。下一刻，荒突然怒吼了一声，用出身体剩余全部力量，不等向阳反应过来，便拽着向阳的胳膊，原地转了一圈，径直将向阳甩至远方高空，同时大笑道：喂，希望你还
还记得如何在空中飞？飞起来吧，兄弟！告诉这个世界，哪怕是一个肉虫鬼也能成为王。你不启动它，那5个刚刚退后了几步的鬼皇，此时纷纷围上前。其中一个鬼皇声音冰冷地望向荒：“是在找死吗？找死！”荒笑了起来，甩了甩有些发酸的手臂。5个连大陆都没有的孤魂野鬼，你们知道你们在面对谁吗？我可是3级鬼族的王荒。然而下一刻，一道锋利的尖爪已刺穿他的后心，一只鬼皇不知何时已经摸到他后方，发起了偷袭。荒愣在原地，低下头，呆呆地望向胸口那沾满血液的尖爪，眼神渐渐涣散地笑了起来，低声喃喃着：“5打1，还偷袭！这片海域的鬼物真的很没有礼貌啊！但想就这样杀死我的话，可远远不够哦。”永夜退去，天亮了，那块不知从哪来的巨大木板已变得有些破碎，木板上撒着些许碎肉和刻入木板里的碎肉。向阳回来了。离开前，荒将所有这些年积攒下来的心血全都送至他体内，并将他扔到了很远很远的位置，直至天亮，他才回来了。但他看到的是已经结束的战场，一片狼藉，再无荒。向阳呆呆地站在木板上，环顾四周，空无一日。突然感觉一阵极致的孤独感将他包围，整个世界好像只有他一人般。他明明才刚认识荒，他不知道荒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也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该干什么。他和95和樊玉都失去了联系。隐约间，他听见了阵阵声音，那是顺着海风传来的，数十公里之外的声音。运气真不错，白捡了一个鬼尊和5个鬼皇的尸体。不得不说，这个鬼尊也太弱了点，连5个鬼皇都打不过，最后落得了个同归于尽的下场。这鬼尊还是个荆棘鬼，荆棘鬼修行到鬼尊修为的，还是第一个见，别弄坏了。圣上专门说了，要将这个鬼尊荆棘鬼体内做成标本收集起来的。等去了天外天，建立了企业人国度后，这都是我们曾经的功勋。也是，距离永夜大陆也快了，永夜大陆好解决，但圣上说还有其他企业人所占据的大陆也在来的路上。虽都是企业人的国度，但谁当家做主对我们来讲那区别就大了。以我们大陆的实力肯定没问题的。向阳听着耳边断断续续的交谈声，怔怔地望向远处，隐约能看见一座大陆的灰蒙蒙轮廓。许久之后，他从怀里掏出一根笔和一本无字书，缓缓书写着。这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书信，也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一个交代，留给荒和向阳的交代。我是七皇，也叫向阳，荒叫我七皇，95叫我向阳。他可以听见远处的声音，这是肉虫鬼升至鬼皇后的能力，尤其是在荒的心血助他成了鬼尊，可聆听的范围更加远了。他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荒生前是那么一个自傲的人，荒肯定不愿意让自己的尸体变成标本，那对荒来讲是极致的羞辱，比死都要更痛苦的事情。95待他如手足，樊玉又是95最大的依靠和情绪支柱。他想，95肯定也不愿看见樊玉灭亡。他不清楚樊玉是否知晓，这片海域还有其他企业人大陆在来的路上。95给了他名字向阳，让他向阳；荒叫他七皇，让他成王。可他只是一个肉虫鬼，一个变成风筝侥幸活下来的肉虫鬼。他这一生从未真正战斗过。肉虫鬼和守夜人一样，一生只能战斗一次。他哪有那么大的本事？他无法完全向阳，他很难对樊玉有95那么深厚的感情，他也成不了王。肉虫鬼怎么可能成王？他没有成王的命。两人对他的期待，他都做不到。他就像是个废物一样，靠着运气一路走到现在，遇到的人对他都很好，而他却完全无法给出什么回报。他能做到的就是给出自己能给的回报。良久之后，笔锋落纸，书信已成。他将这封书信平平整整地放在木板上，抬头望向天空。他不知道樊玉有没有找到他的位置，也不知道这封书信会不会被人发现，但就这样了吧。他一辈子浑浑噩噩，侥幸混了个七皇的名号，有了向阳这个像样的名字，也算值了。老大，你可能不知道，肉虫鬼是不能复活的，和守夜人一样，我们是被上天所厌恶的存在。向阳动身了，一步踏天，二步升空，一步一步朝数十公里远的那座大陆逼近而去。他这辈子都不清楚鬼皇肉虫鬼的启动威力如何，如今他是鬼尊，他其实不喜欢别人对他好，会让他有压力，他不知道该怎么才能给出回报。越来越近了，他看见在沿海陆地上，不少企业人正围着荒的本体不断嬉笑着，像是在炫耀战利品一样，不断用留影式合影。毕竟鬼尊修为的荆棘鬼真的很少见，更少见的来了，可曾见过鬼尊修为的肉虫鬼？下一刻，警笛大响，岸边的人看见了他们。近乎与此同时，一根战略级通天柱便升空，朝他轰来。向阳不必，只是站在原地，低头望向自己那开始缓缓膨胀的身体，眨眼功夫便恢复本体，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肉球。这就是他的本体，肉虫鬼。他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自己的本体了。那根战略级通天柱转瞬而至，精准命中，不大不小的爆炸声响起。向阳因疼痛忍不住闷哼一声，但嘴角却有些得意的扬起。没想到吧？他也没想到，鬼尊级别的肉虫鬼可以吸收敌方火力的伤害，并将其储存起来，增加启动威力。越来越多通天柱袭来，他依旧未必，肉球越来越大，皮肤表面的一张人脸。俯瞰望向海岸边那个已经被遗弃的荆棘鬼尸体，那可是荒啊！昨日还说自己要成为这个世界的王，今日便如死狗一样被丢在这里。荒说的没错，这个世界充满变数，但不知道有没有人料到了他这个变数呢？渐渐的，他从下方那些企业人眼里看见了恐惧。
他笑得更开心了。荒说的没错，这些人果然害怕他。95，老大，这次我不用站在你身后了。虽然我对樊玉没有那么深厚的感情，但既然老大你喜欢，我愿意帮你，就当做上次你将我护在身后，这2年一直照顾我的回报吧。樊玉，我们之间也亲了，我不欠任何人的。直至下方不断奔跑的企业人眼里恐惧越来越多，一道近乎点亮清晨天空的炽热光柱直直轰来。他从未见过这种武器所散发出的威势，堪比天地变动。他只感觉好疼，好疼，真的好疼。身体完全吸收了这根光柱的伤害，但他感觉身体好像已经在崩溃边缘了。他开始再次朝前踏了一步，1步、2步、3步，速度渐渐加快，直至自己尽可能的冲进大陆深处，才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身躯。最后远远看了眼大陆岸边像死狗一样的荆棘鬼尸体，他想再看一眼护翼大陆的方向，却早已经迷失了方向，不知护翼大陆在哪个方向。老大，我突然有点害怕。向阳最后抬头看了眼空中刚升起不久的朝日，缓缓闭上双眼，低声喃喃着：“我是七皇，也叫向阳，我当不了王，也向不了阳。”下一刻，更加刺眼的光芒近乎从向阳体内绽放开来，以极快的速度近乎笼罩了整个大地，无穷无尽的绿色光雾将整个世界染成绿色。如果肉虫鬼有颜色，那应该就是绿色。